我跟你说，你以后房子逐渐变多，你就会突然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真他妈辽阔，真他妈深邃，大门永远不关。房地产在涨的时候有涨价时候的技法，平盘有平盘的技法可以操作，下跌也有下跌的技法可以操作。这个下跌技法我之后会拍在会员影片哦。我跟你讲哦，像我们这种比较久的哈，那我们是期待下跌的。我说真的，下跌其实更好操作哦。所以你就怎样？你就顾好你的本业，照顾好你的家人。我们那个中国四书里面，那不是有那个大学嘛？哦，就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哦。我们是也没有要治国，也没有要平天下哦，我们就修身齐家执行到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不然你要钱，你到底要干嘛嘛？你跟我讲。只要7年就能买蛋黄区4房双车位，这样做你就会有机会。这个买起来蛮硬的哦，4房双车位，但是还是有机会的哦。先说结论，你去用我说的那个时间差战术哦，去买一间很久才会盖好的预售屋，大概4年5年以上的那种，然后必要的时候牺牲2间蛋白，召唤1间蛋黄，就跟游戏王一样。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现在终于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前1年你应该要做哪些准备。如果你还没看的话，那你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来跟你讨论买蛋黄区4房双车位的剧本应该要怎么走。先说前提我讲蛋黄不是台北市台北市那个太变态了，等级太高了你可能要先当医生30年，你才有机会去买那个台北市的4房双车位。但我现在看看，其他5都应该都还有机会像我在高雄就都 OK 啊。好，那来聊一下，这是一样是那个观众问我的问题他说他想要花6年来走剧本，让自己能够住在蛋黄区的电梯4房双平车，他要接爸妈来住，3代同堂这样。其实这个就以自住来说这已经是除了豪宅以外最顶的自住规格了4房双车位。你要讲细节的话，还有4房双主卧3卫浴双车位那他这个4房双车应该也就可以了。那他个人的条件是这样他现在手上有3间房，1间自住，2间自产。如果把3间房子一次把它卖掉，他可以拿回的现金部位大概到1000多万。他平常生活没有什么奢侈的习惯所以他钱都有把它存下来。好，这边先暂停。我想问你认为这个剧本怎么走会比较有机会？我们观众里面的高手很多啦你的剧本说不定比我的还好那我先说我的看法我的剧本就是时间差战术怎么用呢？先去买一个他看中的4房双车位的预售，没差，不用怕，直接把它买下来。然后到时候等到那个预售快要交屋的时候，再卖掉他手上的那些房子就来走个牺牲2蛋白，召唤1蛋黄的这个剧本那这样子他应该就可以实现无痛去换到这个4房双车位才对所以你要知道现在的换房剧本长什么样子。那我们讲一下这个剧本的细节细节是你要找到那个预售会盖超级无敌久的案子这种最好，什么3年、5年、8年的这种尤其是8年那你预售要盖到8年，这个案子不多那你要找一下。然后现在预售就算是优付啦大概也要6%、8%，保险一点我们直接抓10%，所以你现金部位要够就对了10%，定价签10%。那如果你不够的话你也不要铤而走险去搞什么资融公司有没的，你就跟爸妈或跟朋友借那种安全的钱那接下来你就要对自己狠一点想办法怎么样在盖的过程中去提高你的本业收入，或是你本业收入没有提高的空间，这是有可能的我上次影片那边讲，然后底下有观众说他是公务员，他没办法那你就去努力副业收入。然后他又问我说他是公务员，他不能的你不会挂家人名字我们全天下公务员不是都这样子在干还要我帮你处理这种细节总之就是本业收入能努力尽量去努力，然后副业收入能努力也是尽量去努力。你有8年你要看得起你自己你这8年你应该搞得定吧。然后因为这个蛋黄区的电梯4房双平车贷款会非常的巨大，它又是最贵的预售，它又是蛋黄，它又是4房双车位，对不对？超强的，说不定都过豪宅线。如果你的本业到时候不够强，你收入不够强，到时候你即使你把它买下来，
你那个贷款会付得很痛苦哦。好，我们就简单的来算，买一间2500万的房子哦，贷款我说高雄哦，台北听到不要高潮，那个4房双车2500，像我们高雄哦，这个都还买得到。假设就刻意保留一个首购资格，那可以贷款8成哦，30年哦，那你就是贷款部位2000万，你一个月没宽限期要还到那应该是8万多块哦，那这个已经是最理想的状况了哦，8万多。你就要想办法在你预售交屋以前，你想办法提升你的收入嘛，不然的话，你到时候一个月8万，你怎么搞？然后你看我前面是不是讲到，可以把2间比较次的房子卖掉，因为卖掉会一次灌进来大量的现金，它可以怎样？比方说你买2500，你可能这3间都卖掉的话，你现金可能膨胀到比方说1500、1600万，那你贷款就不会那么多，那你就缴得出来了嘛，对吗？这就是时间差战术，这就是小换大旧换新的换法，就是长这个样子。最后你要知道，买房子是为了实现人生目标哦。那这个观众纠结的点哦，他在纠结什么？他其实是希望在7年以后能够继续保持一间自住、2间自产的状态。但是我其实不建议哦，因为蛋黄区的电梯4房双品这真的很硬啊，这大概是自住最顶的东西了。这个对一般人、凡人来说负担真的不轻，所以如果是我的话，我真的会为求稳健，我会把那3间都清掉，好，然后把所有的钱都拉去养那间预售，先确认我自己跟家人要住的这个4房双品车是一定是安安全全，好，没有任何风险的状态。那我自产，我从零开始又怎么样？对啊，这不用急啊，真的是不用急啊。哦，那生活也会比较好过，而不要你同时扛个一个月要缴8万，你又要留那些自产的房子啊。对啦，你要是在这样撑得过5年，你会很有钱啊又怎么样？你去做5年的有期徒刑的牢，让你的生活紧张的要死，这有什么意义？哦，那至于自产的房子，你从零开始嘛，你后面资本再累积起来，你还是可以继续买啊。我不是说了吗？房地产的大门就永远不关吗？我还是认为我们买房子是为了怎样？为了让自己的生活变好，而不是为了让自己来成为这个房地产投报率的奴隶。所以自产的房子，你说摆越多摆越久赚个对啊，我知道啊，谁不知道？你也知道啊。但是为了让你自己住上好那个梦想中的房子，把你家人都接进来住，把它牺牲掉又怎么样？对啊，牺牲2间蛋白哦，再换1间蛋黄，这又怎么样？啊，这不就是蛋白它本来的用途、本来的道理吗？啊，难道你要去赌股票哦？你要去那边做期货，看能不能一夜致富，不好吧？对吧？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我们今天聊了一个观众问我的问题，他想要花6年来走剧本让自己换到蛋黄区的电梯4房双车位，问我怎么做比较好。那我的建议是，去看那个远期预售时间差战术5年、8年以后才盖好的预售。这中间过程就是想办法努力就对了啊，钱不够跟爸妈跟朋友借无风险的钱然后趁这个预售在盖的时候怎样，真的就是回归本业，努力去提升你的本业收入那不方便提升本业收入的，像公务员，就提升副业收入现在很多啦，你真的是勤劳一点，你要接案，你学一个技术，比方说我乱讲就剪片啊，那个做网页设计啊，做商品包装设计啊，还有最近最新还有教人家。就帮人家拍抖音的，你知道？那都是钱啊！你就去弄嘛，对啊，你最烂，你去跑 Uber 嘛，你去跑 Foodpanda 嘛，就这样。我不建议去扛那么庞大的贷款压力所以我会说，我的建议是到时候就把它牺牲掉，然后去把自己家人要住的这间就把它安安稳稳的保住就对了你有8年呢，你要看得起你自己吧？你8年时间，你本业收入、副业收入起不来，讲出去谁相信？那到时候你又处分掉，你自备款要极高，这个本业收入、副业收入提起来，你住这间房子你就准备真的是可以迎接你的美好生活，而不是说继续在那边付房贷，做这个银行的奴隶房地产的奴隶这样。对，要记得买房子是为了要让生活变得更理想真的不是要让你自己去做个缴房贷的有期徒刑。请问这爽在哪里？就目的不要搞错了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这个欢迎加入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那会员的问题我也会认真回答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自产高雄
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 LINE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啊，第3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 LINE， 刚刚讲高雄的嘛，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 LINE，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 LINE，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 LINE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 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我还是那句话，你在台湾你做台湾的房地产，真的就只是实现比较美好人生的手段而已你把你父母照顾好，让他们住大房子，像我今天讲的这个案例，4房双车位，让父母住大房子，尽尽孝道让父母晚年过得轻松一点、惬意一点。那夫妻就把小孩子照顾好，让小孩子去受更好的教育，把他那个房子都准备起来，让他未来的人生轻松一点，不要再去做人家资本家的奴隶。房地产对你来说是很大的钱你操作的 OK， 确实可以稳定你的人生，去丰富你的人生品质跟等级。你不要 FOMO 了这个才是做房地产的目标，叫老了有房也有钱嘛。你不要说就觉得看人家那边买，然后你自己还没买你就很紧张，没赚到，没上车，很紧张，很焦虑这样。我跟你说，你以后房子逐渐变多，你就会突然知道，这个房地产市场真他妈辽阔，真他妈深邃，大门永远不关。房地产在涨的时候有涨价时候的技法，平盘有平盘的技法可以操作，下跌也有下跌的技法可以操作。这个下跌技法我之后会拍在会员影片我跟你讲像我们这种比较久的那我们是期待下跌的。我说真的，下跌其实更好操作所以你就怎样，你就顾好你的本业，照顾好你的家人。我们那个中国四书里面，那不是有那个大学嘛就讲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是也没有要治国，也没有要平天下我们就修身齐家执行到位，对得起自己的人生，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就好了。不然你要钱，你到底要干嘛嘛？你跟我讲就给你很多钱，你到底要干嘛嘛？你还不是先释放以前你自己消费不起的欲望，然后呢，之后你要干嘛？你这个要先想清楚啊，不然你看那些做诈骗的，钱很多对啊，每次看新闻就是那个什么检警查获数千万现金，就这样堆在桌上。那你说他们纸醉金迷的生活，真的有很爽吗？我告诉你，可能没有因为每个人都是后悔的。我之前在书上看到，就是钱是一个人的品德的放大器品德的放大器。没钱的时候是一个小坏人有钱以后只会变成有钱的大坏蛋而已那我们也不是要做什么圣人我们就是修身齐家，给家人过上相对富足的生活这样就够了。钱该花就花，不该花就省起来，哪有什么大道理我看那个人家那边一直炒房我就问他说，那你的目标到底是什么？就他想很久他告诉我说我不知道，先炒再说。那这不是很奇怪吗？你连困住你的枷锁是什么你都不知道，你就被困住了，没有必要真的我们就做我们自己能力所及的房地产过上自己想要的日子也让家人过上舒适滋润的日子，这样就好了，何必被困住？你用力赚钱还是追赶不了，还是满足不了欲望，不够花我不骗你，然后你就把你自己搞得很焦虑。每年都要换最新的 iPhone 最近 iPhone 不是又出了吗？16那个爱马仕的什么铂金包然后要包养女大学生然后出国去欧美的奢华行程，1个月搭飞机要坐头等舱然后去日本 AV 女优朝圣之旅之类的，这些都是我亲耳听到我朋友说，我们吃饭的时候他们讲说有钱之后想要做的事情。你可以看到都怎么样，其实很粗暴、简单直白，很简单男人都是想要性，女人都是想要奢侈品跟那个美好的体验，那不满足会怎样？也不会怎样对不对？你现在没被满足，还不是过得好好的那也不是说不能够去满足这些欲望，我们在合法的范围之内浅尝辄止，知道这是怎么回事，这样就好了你怎么会沦落？你怎么会甘愿就被欲望控制的死死的？这太不合理了
我不是什么圣人哦，你也不是什么圣人，好啊，我也不是什么好人或坏人，我自己是认为，我们就把家人照顾好，这个目标怎样更实际嘛？这才是到时候我觉得我自己的人生的成绩单哦，能够让我笑着入睡的人生成绩单这样。